而且我现在最近也收到了那个暗杀预告书什么的，或者是很多人呼吁就是去抵制它，这种东西都是有。你收到了什么书？杀人预告书啊，就是他从什么渠道发给你的？网上匿名的也有啊，他怎么写的？好多呢，我都没。大致，就比如说，如果你在做这件事的话，就把你杀掉啊，或者是有没有人就是爱国者，谁去他家放火去吧，什么的，为了就是阻止他保卫我们的国家去，有没有人就是出头去到他家放火的一个这种都有。您这个大同党的主要的纲领或者是这个大同党的党名的由来是中国的礼记礼运的天下大同，然后就是天下大同，然后天下为公嘛。日本人理解这句话吗？这属于中国文化，但是如果说放到政治框架里来说，这种天下大同的话，应该是属于社会主义里面的一种了吧。而且就是我的大同党的一共有10个就是政策。稍等一下。没关系。第一个是就是设置就是歧视禁止法。第二个就是战争禁止法。日本是有一个宪法第9条，就是在宪法的规定里面，日本是不可以保有军队的，也没有，它是宪法规定没有军队保有权，也不能去就是发动战争，准备战争。但是现在日本的一个政府是有一些就是属于鹰派吧，战争派，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宪法9条去改变，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主权没有一个自己的战争行使权来说，它是属于一个国体不完整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把这个宪法9条去改变了之后，日本是可以就是去往其他的国家驻军，而且就是法律上名正言顺了。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宪法9条之下再去设置一个那个战争禁止法。还有就是第3个就是我希望就是经济复兴。日本是经历了30年的一个经济下滑，当时2战之后，日本是就是凭借那个叫什么来着，明治维新，他们明治维新就迅速达到了一个全亚洲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后来就是现在是就是失去的30年，就是日本的经济下滑30年。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去振兴日本的经济，而且我自己也是那个做生意的嘛，就是发展一个经济。还有就是我是一个热海泥石流的一个灾民嘛，现在我们作为原告是对热海市政府和金刚县政府去进行一个起诉的形式，但是金刚县政府和热海市政府他们也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他们的那个律师团也是各种就是在法律的一种力量在一个法律的力量上也是尽量去逃避的一种这个姿态。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不对劲的这种感觉，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是政府是为了全市民啊、全国民的这种一个财产和生命的保护的这种东西。如果发生了一些冲突之后，政府
反而是政府不去主动去保护国民和市民，而是想着办法去逃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就是通过我参选这个热海市长，然后可以改变他们的一些态度。还有就是热海的这个泥石流的打官司嘛，也是可以对我们的一些灾民的一种心理安慰，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道路上去引导一下嘛。然后还有就是我的一个政治理念里，其实有一个就是民生，我是很关注民生的问题的。民生问题里面就是教育、医疗，还有就是养老的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3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就是不管是我竞选当上市长，还是我用我的这个党派去以后去在议会上提案，就是先从老年人免费医疗，因为现在日本不是老年人免费医疗，其实很多其他国家都觉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一个福利国家，什么医疗、教育、养老都是免费的，其实现在没有，是现在日本的老年人是国民保险自己负担30%，然后国家去负担70%，但是老年人是负担1%，但是现在普通人是负担30%，但是现在就是日本政府正在立案，就是把这个1%提高到30%，也就是说，不管你多老，能不能劳动，能不能工作，以后有病的话去治疗，你自己都要负担30%。老年人到一定程度，他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而且还有就是到一定年龄之后，疾病都会慢慢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先老年医疗免费，然后随着慢慢去进步，走到一个全民医疗免费。还有就是日本的有一些地方是中小学生，有一些地方是学费全免，但是因为日本和咱们国内是不一样的，他们中午的学校午餐是在学校吃，现在很多地方都是付费的一个午餐形式，而且就是中小学的那种学生，他是没有赚钱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学费午餐这个东西放在教育的环节里来说，也是应该去免费化的。所以我希望就是不管当市长，还是说用党派的这一个力量，去以后就是先把中小学学生午餐做到免费化，之后做到所有的教育免费化。还有就是刚才也说了养老的一些问题嘛，就是我也希望养老以后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在这个地方就生活了一辈子，活了一辈子，让他们有一个老后的安心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个我刚才也说了，我的第3个政策是经济复兴嘛，然后经济复兴的话是需要那个人才，还有去投资的，所以我的第7个是人才和那个投资的一个中文怎么说？引进。对，引进，然后用这些，还有就是比如当了市长之后吧，其实很多人问我你关心的一些民生的问题，好多都是免费的，但是这个财源是从什么地方来？你是不是要增税？你是不是要现在的这些年轻人的口袋里的钱去养这些老年人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都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也就是担心吧。嗯，但是我是想的，用经济复兴的一个力量，就是大家的收入都提高了，不管是企业的利润，
还是个人的收入，只要提高了之后，他肯定是即使把税率降下去之后，国家的财政还是比现在会更高的。所以我希望用经济复兴的一个这种力量去填补那个民生上需要的这个财政上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我是反对禁止歧视的，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身心的那个残障人士啊，还有女性呀，还有贫困人士的，还有就是日本是单亲母亲很多的，国内也很多，就是他们自己去抚养孩子都是比较辛苦的。我希望给他们一个在行政上的一个支持，在法律政策上的一个支援。他们现在不是有吗？但是很多都过得很苦啊。他们日本人很多就是到超市买便当，就是每天晚饭的时候专门去买那种贴的半价或者2折3折的便当，对，基本的生活，对，他们只是保证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很多就是比较好吃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都吃不上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物产店，我在热海也开的中国物产店，我也进了一些就是稍微贵一点的东西吧。比如说我去年进了2颗新鲜的榴莲，大家全过来拍照，没人买，因为比较贵。还有就是我进的乳鸽，还有那个大鹅之类的，因为都比较贵，他们也，而且还有我也认识的那个日本的朋友，我和他们去吃饭，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我买了2盒和牛，就准备吃那个寿喜烧，他说我作为日本人生活了也有个40多年，我都没吃过和牛，他们说比较贵。然后之后有一个就是日本是一个老龄少子化的一个很严重的国家，我在东京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么一个体会的，但是我到了热海之后，是33000的市民，有1半以上都是属于老年人，他们的老年人的标准应该是70多岁开始吧，这个我还没有具体去确认，就是1半以上已经都是属于老年人了。所以我觉得热海如果想改变这个热海，是需要去成立一个热海市立大学，只要有这个大学在，就是年轻的学生会引进来，而且有了大学之后，大学周边的一些那个商业设施肯定自然而然都会进来，他们年轻那个学生之后毕业之后也可以填补到热海的那个劳动人口里面就职啊，都是一个经济复兴的一个东西，而且就是对这个解决老年少子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我觉得。然后之后就没什么了，这就是我这10个政策。您说的那个禁止歧视法，日本没有类似这样的法律吗？没有，但是他们有那个侮辱罪，就是侮辱他人的一个罪，但是这属于刑事上的一个案件，但是比较难认定吧。而且就是你接受到了侮辱之后，你要自己去准备一些材料，自己去准备那个证据，去到那个警察署去提交那个，很难追溯，就反正也是不好弄吧。那网络的应该很好追溯啊。网络的就更不好追溯，因为日本的网络不是实名制，大家不，手机号是实名制的，他是用手机号注册啊。但是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不是很多它的东西都是不用手机号也可以去注册的。邮箱不用手机号也可以注册，邮箱要用手机号啊？有些不用的。OK，您说的那个禁止战争法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是觉得日本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因为现在有一部分那个
执政党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一部分的鹰派、保守派，他们是讨厌中国、讨厌韩国，他们是就觉得军国主义想复兴中国那个军国主义的也有这么一个可能。你说日本想复兴军国主义？一部分人。OK，就是一部分的右翼分子。那如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日本受到了侵略，没有那怎么办？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很多现在网上右翼一直来反对，来问我的，就是比如说你一直就是反对我们拥有一个战争行使权，但是现在很多国家对日本是虎视眈眈的，这种东西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以武力去对抗武力这种一个东西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的对方的军备资金往上提高之后，自己的军备资金也在往上提高，就是一个就以前属于苏联和美国的一个军备竞赛的这种情况了。而且就是简单的去发动一种战争，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因为它要考虑全球120多个国家大家的想法，还有就是你发动的战争，不管你的理由多充分，只要你是先发动，那你就是侵略者，你会受到全球的一个不光是批评吧，还有就是那个经济封锁啊，各种限制的一种东西了。你是觉得就是说日本发展这个，我觉得就是军备的话，就会对，如果就会冲突升级。一个是冲突升级，还有一个如果去发展军备的话，你的国库的资金会优先去给到军备里面，自己的民生上面的资金就会用来填补军备。我觉得这有点你说的老年人免费，就是医疗免费，对老年人医疗免费，或者是学生念书免费的话，当前的热海市，他们这些税收的状况你了解吗？我现在对热海市税收、热海市政里面有多少财政我还不清楚，所以说我没法回答现在热海的财政能不能去就是支持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比如我是2年后或者以后我去当上了这个市长，我是想用这个经济复兴的力量去解决医疗免费和那个学生的教育的免费相关的资金。您说的这个人才引进和资金的这种引进的话，你是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引进哪里的人，或者是哪里的资金？我是没有特定引进哪里的人和哪里的资金，因为引进资金还有引进人才，这属于经济复兴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热海市政府以后如果我是市长的话，由热海市政府来牵头去和一些经济学家，就是专门去研究这些东西的人去讨论，去制定一些比较好的政策，给到这些不管是做生意的人啊，还是说市民之类的，这专业性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交给专业性的人来说。所以具体也有人问我，你应该一直就说你要经济复兴，你怎么复兴？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我要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那你当前对这个热海都有哪些社会资源你了解吗？比如是什么？比如有多少家企业，然后一年纳税了多少大家，然后有多少个老人，有多少个家庭，有多少个孩子在念书，这些你有学习过吗？现在正在学习。而且我现在是加入了热海的很多就是团体，不光是我自己注册的团体，我也加入了很多当地的一些比较根深蒂固和有影响力的，不光是
企业上的一个团体呀，或者市民的团体、劳动者的团体，我都有加入，我都有在跟他们讨论。也是一个学习。明白。所以在日本这个竞选市长，是人人都可以吗？有日本国籍就可以。那你现在不是没有吗？是啊，所以我现在的身份不是候补者，我是预定候补者。因为日本的公职选举法里面规定，有选举期间和政治活动的一个区间，这法律上是分开的。就是选举期间，到了选举的这个期间内，只要把这个申请递上去之后，你才是属于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候补者。之前就是没有去选举，没有把这个材料去真正提交之前，是属于一个预定候补者。那你觉得你为什么获得了这些关注呢？就是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要参加日本他当地的一个政治嘛，就获得了关注。对，就大家一个担心嘛，就是其实人类不都这样吗？就是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只要是有变化，大家都会有一种这个不安的这种焦虑的心态都会出来的。比如说转职啦、跳槽啦，或者是和男女朋友分手啦什么的，都会有一种焦虑的情绪。他们其实就是焦虑的情绪。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质疑你过去有过违章的停车，说你自己又删除了那个推文。我大致看懂了。其实那个不属于违章停车，那个是我的自己的热海的中国物产店的前面。我是当时停车去自己的店里拿一下东西，就拍了一下发到网上。拿完东西之后，我就把车开走了。而且我当时停车的时候，热海的警察署的警察是在旁边的，他们是知道的。所以说，如果我当时是属于违法停车的话，我当时已经收到罚款单了。那你为什么要删除那个呢？为什么要把推文删了呢？我觉得那个东西不重要，对我不重要，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我觉得没有必要留在我的推特上。是有人质疑你之后你删了，还是没有质疑你之前你就删了？质疑之前还是之后，我没有去具体的关注，因为我是有一个这种自己的一个性格吧，就是闲的时候发完东西，第二天或者一会儿我就删掉了，这种有这一个习惯。如果你当选了市长，你会认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对，算是一个公众人物吗？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属于公众人物了。那你觉得大家这样的，不管是质疑也好，或者是监督你也好，你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舆论环境吗？就是心理压力上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构成影响。我经常就是每天晚上边看就是质疑我的这一些东西，边吃饭边喝酒，就已经当成一个下酒菜了。你已经习惯了。那你觉得公众人物需要被监督吗？就是自己的，如果是自己私生活上的东西是不需要去监督的，只是监督就是他有没有做一些就是滥用职权类的不利的一些事，比如这个人今天吃什么了，去哪玩了，这些很无聊的八卦的事，我觉得不需要去监督。就是说道德水准上不需要监督，法律上的才需要监督。道德水准需不需要监督？没想过。你觉得公众人物需要有道德感吗？这个是肯定需要的，因为他是属于代表一个正派的一个这种的正派的这种一个脸面吧。他们不光是，他们已经不只是质疑，而是一种
人格性的攻击和谩骂。其实质疑的这种东西肯定是一个好事，因为没有人去质疑你，就没有人去支持你，没有人去质疑你呢，自己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力，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一个目标。但是人格性的攻击和那个歧视性的语言，我觉得我是不能接受，但是我的这种抗压能力我是有的。我对他们都这些话我也不看，我看了我就当下酒菜了。那你觉得你有必要解释吗？我没有必要解释啊，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解释哪方面呢？比如说他对于，就我刚才举的例子，比如说他觉得你是评测是违章了，但你刚才说没有。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解释，因为你解释完之后，他还会从其他的地方去质疑你，质疑你是他的目的，而不是说他要求这个答案。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去解释。但是你不解释的话，他不会就是把这种，你删掉这个推文的这种做法，它会无限放大，它会影响到你的选举啊。那你就放大就好了，我不在乎的。就是我去解释了也其实没有意义，他就是为了抵制你而抵制你。那你刚才说的你那10条你的这种政治目标，你未来你需要你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日本民众知道吗？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呀，你肯定要告诉大家，否则大家如何支持你呢？你又不解释你的别人的疑虑，然后当然你要宣导一下你自己的政治目标给大家，这样的话大家才能更好的了解你。到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在正式的选举的时候去做一个演讲，因为现在不属于那个选举期间，是不太方便去做一些演讲。但是我现在已经在自己的油管上，已经每一条也是简单的去就针对每一条政策去做一些说明，所以我需要大家不光是为了去批评或者去抵制，而是最好是看一下我说的这些东西。日本选举有演讲辩论吗？他们一般都是街头演讲和演讲会。你有去做过街头演讲吗？我没有过。但是我之前就是做过这些街头演讲啊，或者是这些演讲，我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想法是要去竞选这个市长，所以我当时就是只是针对某一条法律去，比如说支持的一个意思，或者是反对的一个意思做的一个演讲。你去做的时候有日本民众问你吗？说你是哪里的？这个没有，因为很多都是比如一帮人一起去做，而且就是日本人对政治他不是很关心，他们都不太听。是，那你当前知道有人支持你吗？肯定是有很多人去支持我，不光是中国人，日本人也有很多去支持我，他们也在默默给我一个鼓励。还有就是真正到了选举的时候，会意思想过来支援我的。因为现在我刚刚也说了，是属于那个选举期间的，之前还没有进入正式的选举的过程，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支援支持。市长是每个人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吗？对。日本的市长、市议员、县议员、国会议员都是每一个拥有日本国籍的人一票一票投出来的。如果现在去进入一个选举活动的一个演讲的话，这个在日本里面是属于事前运动，是违反公职选举法的。明白。如果你没有当选，你怎么办？如果没有当选的话，我会参加
第2年的热海市议员的一个选举，或者是我自己有自己的大同党的党派，我可以就是其他的党员去参加一些选举。还有就是我现在刚不也说嘛，我是正在规划中，也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被选举权，离热海市长选举大约不到1年8个月。如果就是真正到了选举的时候，我的规划还没有下来的话，我现在的想法是大同党的某一个日本人的党员去，他去参加选举。你们现在大同党一共有多少人？暂时几个人吧，但是都是日本人。哦，都是日本人。对，因为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它有一个规定，就是外国国籍还有外国人注资的企业是不可以向那个政党和政治团体去那个捐助这个政治现金，它是禁止的。比如说我是外国企业，对，是不可以的。我给这个某一个日本人选举，我支持他。对，你给他外来资金，这个是不可以，是不可以的。违法。所以说为了就是规避这个法律，现在大同党的入党条件也是日本国籍，还有就是受到政治现金的这种捐助也是仅限日本国籍的捐助者。但是我是例外。你说你现在有人支持，就是说你了解到的有人支持你吗？对，有很多。这些人都是哪里人？都是当地的居民吗？不光是当地居民，全国的日本人都有很多的。因为我的政策理念是对日本人和日本是一个有利的一个状态，我是给他们创造福利的，肯定是支持的。他们怎么表达的？就比如最近那些诽谤重伤的很多言论出来，大家都给我发信息说什么加油啊，或者我们支持你啊，或者是还有很多人就是说，真正2年以后到选举的时候，我们过去就是支援你啊。是吗？对。也是陌生人。陌生的也有，身边的也有，还有其他的一些党派的人也有。或者其他的一些劳动者团体啊，还有一些企业家团体，他们都有。只不过现在就是大家只是右翼上网上各种谩骂比较乱，真正的支援我的人现在都是属于比较安静的去给我一些鼓励，还有一些安慰。真正到了选举的时候，他们肯定都会站出来，因为我的政策和政治理念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是属于切身息息相关的，都是。如果你当选了，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当选了第一件事肯定是要想办法设置那个政策，去怎么实现这10条。你的父母知道你在日本做这件事吗？参选这件事？现在他们是知道了。他们什么态度？是很反对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政治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就是参与政治、参与选举的话，肯定是有家庭背景，就比如说父母辈肯定是政治家，自己也是政治家，父母辈是再往上是就世袭制的这种一个感觉。如果就是你没有一个很强的政治家庭出来的人，你很难去选举上。而且就是政治领域其实是一个高危行业，它存在一些暴力性的，比如说你反对啊，有暗杀呀，或者是那些。而且我现在最近也收到了那个暗杀预告书什么的，或者是很多人呼吁就是去抵制它，这种东西都是有。你收到了什么书？杀人预告书，就是他从什么渠道发给你的？网上匿名的也有啊。他怎么写的？
好多呢，我都没大致，就比如说，如果你在做这件事的话，就把你杀掉啊，或者是有没有人就是爱国者，谁去他家放火去吧，什么的，为了就是阻止他保卫我们的国家去，有没有人就是出头去到他家放火的一个这种都有，而且就是父母就为了自己孩子的人身安全着想嘛，肯定是反对的。而且就是进行政治的这种东西，都是有一个家庭背景。像我这种没有家庭背景，半路出家刚3年，基本还真没有。不光是日本，像很多，比如说很多其他的国家，就是很多行业都是世袭制的，就是政治家的孩子是政治家，然后企业家的孩子是企业家，打工人的孩子是打工人，这种的。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你是对政治有兴趣？我现在就是因为我经历的这一个点，还有我接触了这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很有兴趣，而且就是我小时候就是看孙中山的一些什么，就比如那个辛亥革命呀、五四运动啊，之前的那些推翻君主专制、那个清朝的那些东西，我小时候是很有兴趣的。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早生100来年的话，我也加同盟会去了，我也去参加这些东西了。之后，但是这3年我在日本，在热海的生活，我觉得，哎，这不就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吗？也是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小时候的梦想。而且就是我小时候是不听父母的话，也不听老师的话，就叛逆少年吧。现在我也属于就是不听别人的劝告，也不听别人的反对，只要自己认定的事，我是自己一定要去干。你收到那些死亡威胁或者是人身威胁的时候，你没有想到去报警吗？因为我觉得还没有真正到了那一步危险的程度。那如果到了那一步就晚了呀。他如果是真的去做，你怎么办？真的万一有可能呢？没有想那么多。我现在就当一些下酒菜去看而已嘛，不在意。现在不在意。你是不害怕，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吗？心比较大吧。